外国股票在上一世纪19世纪有过一次风潮，叫做橡皮股票风潮。所谓橡皮，此间称为橡胶，橡树园设在南阳，橡胶公司的名目繁多，一种橡胶的出品销到上海，大家视为珍品。不久，这些股票就在上海上市了。洋商股票经济兜销之下，每天有行情，常常几分钱的股票，隔了半个月就变1元多，1元多的股票就变100多元，这一下子就疯狂了整个上海金融界。不但有钱的人个个都争着买，连好多钱庄也买进了许多。不上半年，查出来有无数橡胶厂都是假设的，于是橡胶厂股票就一落千丈，几乎跌到一文不值。这么一来，影响整个上海的市面都受到影响，这就是当年所谓橡皮股票风潮。以古喻今，最近的香港股票市场希望没有此等现象。上海人受到了这一次的教训，后来对外国股票一般人都不加信赖。然而若干买办阶级及有钱的人后来改买美国股票，也有几家专做美国股票公司，生意虽大，但客户不多。有一年，美国市场不景气，股票大跌，此日称为黑色星期五。这一次风潮，中国人也受到牵连，不过范围不大。各国的金元外币在上海本来也有人收购，因为从前他们是采取金镑和金元政策，这都是真金铸成的硬币，后来他们也改为纸币。不过上海人因为受到了2次教训，一次是俄国的卢布票在他们革命时节不断的贬值发行，上海人买的很多，后来帝俄政府倒了，卢布票便成为废纸。还有一次是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，德国的马克也贬值发行，起初大家争着购买储藏，后来德国打了败仗，马克也变得一文不值。从此，一般上海人对外国的纸币就再也不敢十分信任，唯有若干进出口商人一定要结外汇，特别是对美国和英国的业务关系数量最多，因此美金票、英国镑纸大家还是留着很多。后来银行钱庄为了保值起见，知道外汇的重要，银行钱庄的库存中也总有相当数量的美钞镑纸作为库存。一般上海人对外汇2字不甚了了，自从银元改为法币之后，敏感的人多多少少买些黄金和美钞，但是最初的一个长时期，法币对外汇的比率很稳定，我记得大约每100元法币可以兑美钞33元，这是经过好多年从未改变过的。反而美钞曾经贬值过一次，令到拥有美钞的人受到相当损失。这些都是旧话，后来的变化就大了。妇女风气影响全国，我讲了许多银元时代的生活情况，现在要谈谈当时上海妇女的生活。上海早年的风气极守旧，在清末出生的女孩子全部都要缠脚的情形十分凄惨，用8、9尺长的缠脚带把脚趾重重裹住，裹得越紧，脚型越小，所谓3寸金莲才算是大家闺秀。我亲眼见到几个长辈，他们的脚3寸那么小是没有的，但是也不会超过5寸，走起路来困难得很。可是在文人雅人笔下，偏要把它描写成莲步姗姗或莲步生花，这真是惨极了。到了光绪30年1904左右，许多书报都喊出天足运动。所谓天足，就是要大家放弃缠脚，让女性的足天然发展。但是还有许多家长反对，有些人认为不缠脚的姑娘将来是嫁不掉的。有人说女性不缠脚，一对赤板脚在路上走，成何体统？
所以在那时虽有不少人提倡天足，缠脚的还是大有其人在。直到清政府被推翻，天足运动渐渐风行。记得我小的时候还做过一篇作文，也是有关提倡天足的。民国之后，天足运动口号喊得震天撼地，老的一代已经缠了几十年，无法纠正，只能废除缠脚带，任它自然发展。当时就把这些老式妇女的脚样称为改组派。到了民国4、5年，新的一辈就不再缠脚了，总算把中国摧残女性生理的酷刑废止了。但是现在在世的70、80岁老太太还可以看到缠脚的形态，其实都已是改组派，与最初的缠足形式已经不同了。外国人眼中对中国老辈妇女的缠脚认为是全世界稀见的怪现象，所以他们一旦来华观光，必然要利用他们的摄影机拍摄当时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。还有一样就是中国瘾君子一踏横尘的在那里吸鸦片，回国后就把这些照片刊入书报。侮辱中国人，莫此为甚。缠脚的风气在上海崛起很早，但是在我25、6岁时，胡庆余堂总经理陈楚香忽然娶了一个小老婆，年龄只18岁，面目姣好，竟然是缠脚的。后来才知道，上海4马路神州旅馆有1层楼全部是宁波堂子，这里面的姑娘都是由宁波乡下出来的，个个缠脚。偏偏有许多男性对这种小脚有特别的嗜好，若干文人似乎更有此癖好。按天津文士姚灵溪专写歌颂小脚的诗词歌赋，前后共出了若干册，名为《采妃录》，一时传颂全国。接着又出版《采妃新编》一种，《采妃精华录》一种，都是宣扬缠脚的作品。那是已在民国17年1928，还有称颂缠脚的无聊文人陆续写出文章和小说。要是这种书没有人看的话，是不会出了一本又出一本的。